從來沒見過這麼牛逼的男人，全程利用榫卯技術搭建山澗木屋，不僅開闢梯田種植瓜果蔬菜，還垒七堰坝活水養魚，甚至還自制水力發電機，在野外也能實現用電自由，簡直就是现實版的世外桃源。阿坤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小羊坤坤的家门打開，放手让他自己出去觅食，而小奶狗依然非常受寵的享受美味。今天阿坤打算給自己制作一張工作台，之前收集回來的原木還剩下很多，經過日曬雨淋，表面已經氧化出霉斑。阿坤拿出開山刀，先把表层清理乾淨，露出原木溫潤的肌理，隨後用碳棒在原木上畫出標記線，就可以拿來凿子順着標記線一凿一凿推進。經過這段時間的磨練，阿坤的木工技術愈發純熟，每一凿都精準有力，木屑纷飞間榫眼逐漸成型。雖然野外條件艱苦，但是阿坤憑借着一雙巧手和簡單的工具，照樣能將複雜的榫卯結構加工得非常精準。榫頭與毛眼嚴絲合縫，輕輕敲擊便完成對接。不過為了防止木材收縮後榫頭鬆動，阿坤特意在連接處嵌入乾燥的竹釘加固。完事後還要把支架頂部給刨平整，這樣後續安裝台面才能更加穩固。雖然野外沒有鐵釘，但是阿坤最擅長的就是竹釘的使用，只要粗細掌握得當，竹釘的固定效果一點也不比鐵釘差。最後再把桌面給打磨光滑，一張結實耐用的工作台便完成了。平時浇菜阿坤都是用竹筒，容量很少，非常不方便，於是他找來一节木墩，用凿子在中間挖出空腔，又将一根木棍打通做成导水管，上面再连接上一根自制的花灑，與儲水罐对接之後，一個自制灑水壺便大功告成。有了這個趁手的工具，阿坤澆灌菜地的效率大幅提升，水流通過花灑均勻灑落，滋養着田裡的每一株農作物。隨着天色漸暗，阿坤跨上背篓，開始尋覓今晚的食材。溪水潺潺在石縫間穿梭流淌，阿坤一路上摸到了不少的田螺。回到家後，他把洗淨的田螺放入鍋中焯水去腥，而後又準備了一些竹筒作為容器，把焯水後的螺肉分離出來，剁成肉餡後加入香料與野菜拌勻，然後填入竹筒中。完事後放入鍋中大火煮熟，一道香氣四溢的竹筒田螺釀便新鮮出爐。打開竹筒瞬間，熱氣裹挾着山野獨有的鮮香撲面而來，嘎嘣脆雞肉味蛋白質是牛肉的幾十倍。次日一早，阿坤便開始了新一天的勞作。他首先走進叢林，布置一些捕獵陷阱，為今天的晚餐做準備。在野外，食物來源必須多樣化，才能保證生存所需。今天阿坤打算在露台前搭建一座橋梁，這樣以後回家就不用再繞路。首先就是要先把橋梁的部件加工好，看似隨意的裁切，實則每塊木料的長度都經過精心測算。他先在水中支起2個支架，接着就可以把制作好的橫梁給架設上去。這看似簡單的步驟，卻容不得半點馬虎。橫梁必須調整到完全平衡，稍有傾斜便會導致承重不均，影響整體的穩定性。橫梁固定好後，便可以拿來木板逐塊鋪設。接着再用竹釘將每塊木板牢牢固定在橫梁上，確保踏步時不會鬆動。別看這座木橋結構簡單，其堅固程度足以承受阿坤在上面唱跳打籃球。接着阿坤繼續拿來2根木材架設在側門和路基上，從而打造出一條棧道，極大地方便了通往木工房的日常通行。為了確保行走安全，橋體兩側必須加裝上結實的護欄。現在他的家園建設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。這座橋不僅連接了回家之路，更串聯起他對生活的熱愛。望着眼前的成果，阿坤眼中閃烁着滿足的光。休息片刻之後，阿坤便走進叢林查看陷阱的收穫情況。非常可惜，陷阱空空如也，連根獸毛都沒留下。不過好在回來的路上捕獲了2隻大麻拐。阿坤將麻拐處理乾淨，架在火堆上烤至外焦裡嫩，搭配上自己種的蘿蔔，營養均衡又美味。
吃飽喝足之後再來道上消遣嬉戲，這樣的生活着實令人向往。